最近日本折騰，台湾折腾，我们呢就军演威慑，但是我们似乎忘了谁啊？没錯，就是你，韓國。其實韓國也有個大新聞啊，韓國總統李在明將於1月4日展開對東大的訪問。咱們今天就聊聊這件大事啊，為什麼說這次訪問是務實且迫切的？其實看看兩個數據你就明白了。根據韓國在2025年底公布的統計，韓國當年對華貿易的逆差歷史性的突破了180億美元大關，曾經那個靠着對華順差過日子的時代徹底結束了。更讓韓國人不爽的是半導體出口數據啊，受制於全球供應鏈波動和美國政策的不確定性，2025年韓國對華半導體出口同比暴跌了20%。這兩個數字的背後是無數韓國經濟的無奈和4大財閥的焦慮。所以呢，李在明這次來主線任務非常的清晰，救經濟穩關係，徹底將尹錫悅時代的惡劣影響給消除掉。在這個充滿了不確定性的東亞地緣政治格局裡，讓中韓關係恢復正常。各位早上中午半夜企業的觀眾朋友們，你們好，我是五人。我在這兒想問問各位啊，李在明憑什麼可以改善中韓的關係？首先吧，我覺得這得從李在明的核心執政觀念說起。不同於半島第一深情啊，把那種價值觀掛在嘴邊的做法，李在明是個徹頭徹尾的實用主義者。大家應該記得他在競選時那句著名的謝天謝地論吧？他說為什麼要招惹中國呀？對台灣說謝謝，對大陸也說謝謝，這不就行了嗎？當時這句話被保守派那可罵死慘了，說這是屈辱外交。但是現在回頭看看，這恰恰是他外交策略的底色。不選邊站，誰對韓國有利就跟誰好。還有呢，這次訪華，國際媒體其實有很多看法的，咱們也來品一品啊。路透社和彭博社這樣的西方主流媒體，他們幾乎一致認為啊，李在明是在玩一場高難度的走鋼絲表演。彭博社的分析就很犀利，他們指出李在明面臨的是雙重壓力，一邊是特朗普，那可是揮舞着關稅大棒和美國優先的主啊，另一邊呢，就是已經完成了產業升級，正在逐步替代韓國技術的中國。外媒預測，李在明絕對不會像前任那樣完全倒向美國，因為那樣做韓國已經付不起代價了。他試圖建立一種基於利益的穩定關係，也就是說，政治上韓國不給中國添堵，經濟上呢，你也別把我踢開。那麼中國這邊是怎麼看呢？環球時報和中國日報的態度就很值得玩味了，他們用了相向而行這個詞兒，這個外交辭令是很有溫度的哦。中國的媒體普遍認為，李在明是在糾偏，是在把前任帶偏的中韓關係拉回正軌。他們預測雙方會在自貿協定、供應鏈穩定這些實打實的領域達成共識。這就說明什麼？這說明中方也期待着理性的、能談生意的韓國政府。咱們再把視角拉回到韓國國內啊，看看他們自己人怎麼說。偏保守的朝鮮日報雖然以前經常批評李在明啊，但這次他們把焦點放在了經濟利益上，他們特別關注李在明要去上海訪問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舊址的行程。這招就很高明啊，一方面是用抗日歷史跟中國在這個層面共情，拉近心理距離；另一方面呢，是做給國內看的，展現一下民族的自尊心嘛。而左派的韓民族日報說得更直白，他們透露李在明是想趕在特朗普可能在4月份訪華之前，先跟中國通氣，建立直接溝通的渠道嘛，免得以後中美做大交易，直接把韓國給賣掉。為了加強雙方經貿往來，這次李在明不是一個人來了哦，他還帶了三星、SK、現代、LG 這4大財閥的掌門人。這幫大老板想謀求點什麼利益呢？其實我不用解釋啊，各位都明白，這幫人才是訪華的主力軍。先看三星和 SK， 大家都知道，三星在西安有閃存工厂， SK 在無錫也有內存工廠，這些可是投了幾百億美元的大項目。但是美國那邊的緊箍咒越捏越緊，雖然25年底美國勉強給了個年度許可證，允許他們進口設備，但這種把脖子架在別人刀下的感覺太難受了。路透社之前就爆料啊，這許可證啊是李在明拼命游說的結果，但是這種是不長久的。所以說這次來，兩家企業的訴求非常明確，
要在美國允許的紅線範圍裡跟中國談防守型的合作。什麼叫做防守型合作呢？就是他們得跟中方解釋一切責任都在美方，但我保證在民用芯片、通用芯片上絕不卡脖子，工厂我們也絕對不撤。他們想要換點什麼呢？是中方的理解，以及在中國工厂水電、用工、物流上的絕对保障。這些其實是給中國吃定心丸，也是給自己留後路。再看看现代集团，小 H 在中國的日子那是真的苦啊！以前滿大街都是索納塔和伊蘭特，現在呢，銷量跌得慘不忍睹啊！這次鄭義宣來可以說是帶着拜師學藝的心態來的。有消息說，現代正跟吉利談深度合作，想把吉利的插電混动系統用到现代的車上，這挺有意思的。以前韓國人教中國人造車，現在韓國人要買中國的技術來救活自己。现代汽車这次想表達的就是我不會放棄中國市場的，我願意本土化，願意用你們的技術，只要讓我留在這個桌子上吃飯。再說一下 LG 剛把廣州的 LCD 工廠賣給了 TCL， 這標誌着他們在顯示面板領域徹底退出了低端的競爭啊。那他們現在重點是什麼呢？是電池。雖然美國搞了個法案想把中國供應鏈給剔出去但是 LG 心裡清楚，離着中國的原材料，他們的電池成本根本壓不下來，所以 LG 這次想找一種中間路線，比如跟華友钴業這樣的中國夥伴談談，能不能在海外合資或者搞個技術授權，以此來規避美國的制裁，同時保住供應鏈的安全。企業就聊得差不多了，但是想保住經濟合作，政治交流就更重要了，這才是李在明最頭疼的地方。在台灣問題上，李在明的謝謝論雖然在國內有爭議但這次在會談中，李在明必然重申一個中國的立場。這跟前任又要錘尹錫悅了，他那種動不動就對台海指手畫腳的做法就讓中國很不爽。美國那邊呢，像福克斯新聞這樣的保守派媒體就肯定會跳腳的，說韓國軟弱。但是對李在明來說，只有穩住這個底線，中韓關係才談得上重啟。然後就是那個繞不開的薩德問題了，這根刺扎在中韓關係裡快10年了。李在明的態度就很務實了，拆是不可能拆的，因為美國不答應國內保守派也會鬧翻天。但是呢，我可以承認3不，也就是不追加部署，不加入美國反導系統，不搞韓美日同盟。他想用這個承諾換取中國在經濟上的鬆綁，特別是解除那個讓韓國娛樂產業痛不欲生的限韓令。那對韓國經濟的拉動作用，那真是立竿見影了。不過我覺得限韓令這事兒肯定沒戲特別是在中國的娛樂圈爛透的情況下，國內不可能打開口子引進先進的流行文化的。還有半島問題上，韓國應該會跟中國深度討論一下了。李在明政府提出一個首爾、平壤、北京高鐵項目，聽起來就很像畫餅，對吧？但是這個餅畫得很有政治智慧哦。他的邏輯是，如果中國能幫忙把朝鮮拉回到談判桌，讓朝鮮搞開放嘛，韓國呢願意出錢出技術修鐵路，這把3個國家的經濟連接起來，其實是給中國遞籌碼。你幫我搞定北邊的安全威脅，我呢就送上互聯互通的經濟大禮包。那麼咱們該如何定性這次訪問呢？我覺得這是一次認清現實的訪問。承認什麼現實呢？承認中國已經不是那個只提供廉價勞動力的工厂了，而是一個在技術、資本和地缘政治上都有強大話語權的超級大國。承認韓國不能像過去那樣在美國的保護傘下舒舒服服地賺中國的錢。承認在特朗普的 2.0 時代，單純依靠美國已經無法保證韓國的國家利益。東亞的政治格局會因為這次的訪問而改變嗎？答案是肯定的。過去幾年，美日韓鐵三角似乎堅不可摧那是建立在韓國完全倒向美國的基礎上的。現在李在明回撤這一步，雖然不至於跟美國翻臉吧，但是會讓美日韓這個同盟變得微妙起來。特別是高市早苗上竄下跳的情況下，韓國不想做橋頭堡去送死，這對中國來說是個戰略緩衝機遇。如果韓國不再充當美國圍堵中國的急先鋒，那麼美國在東亞的包圍圈呢，也就露出了一個缺口。當然，李在明面臨的掣肘太多了，美國肯定會在背后施壓的。韓國國內的保守勢力也會盯着他的一言一行。一旦他在歷史問題或者主權問題上表現得軟弱了，國內民意的反彈也夠他喝一壺了。而且中韓之間的產業競爭關係是結構性的，造船、汽車、屏幕、芯片，哪個領域不是短兵相接呢？
這種競爭不會因為領導人在一次握手後就消失的。不過無論如何吧，李在明能邁出這一步，本身就说明了形勢比人強。你可能會問，李在明這麼做，美國不會報復嗎？這正是李在明的高明之處啊，或者是無奈之舉。他是在賭啊，賭特朗普更在乎錢，而不是韓國跟誰做生意。只要韓國在軍事上不能完全脫鈎，在雙邊貿易上給美國一些甜頭，特朗普或許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畢竟呢，逼得太緊，把韓國徹底推向对面，也不符合美國的利益。說了這麼多，我來總結一下對於這一次訪華的預測。第一，看態度，李在明會不會在公開場合說反對台獨之類的重話，還是繼續用尊重一個中國這種標準辭令？這其中的微小差別將決定了東大是否能給出真正的回饋力度。第二是看清单，雙方最後簽署的諒解備忘錄裡有多少是實打實的金額，特別是半導體供應鏈和制造業這兩塊，有沒有具體的時間表？如果有呢，那就是真的成功了；如果只是泛泛而談，那就是形式大於內容。第三，要看後續，訪華之後回去，李在明應該怎麼應對美國的反應呢？如果美國稍微施壓，韓國就縮回去了，那這次訪問的效果就大打折扣了。在未來的中韓關係裡，大概率會進入一個正熱經冷向正穩經和的過渡階段。什麼意思呢？就是政治上大家不再天天吵架了，保持一個相對穩定的溝通機制。經濟上呢，雖然競爭不可避免了，但是供應鏈的安全和區域市場開發上尋找到新的合作點。對於韓國來說，他們的未來計劃非常清晰了，在不惹怒美國的前提下，最大程度的綁定中国市场，為了自己的產業升級爭取時間和空間。他們不想做大國的炮灰，想做左右逢源的贏家。而對於中國來說，未來計劃同樣明確，只要韓國不成為美國圍堵中國的戰略支點，中國呢就樂見其成了，並願意分享發展紅利，通過穩住韓國來打破美國在東亞的封鎖鏈，同樣通過經濟融合讓半島局勢控制在可控範圍之內。好了，本期節目就到這裡。如果你對李在明訪華有什麼預測，請在評論區裡與我交流。我是五人，我們下期再見。